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小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秘密花园系列野蔷薇蝙蝠袖上衣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“趣之社”进入查看。这款衣服有大小2个尺码，编织方法都相同，只是针数和行数不同，分为前片、后片、领口、袖口、下摆以及刺绣装饰。先分别编织前后片，完成后将前后片缝合起来。然后编织领口、袖口和下摆，最后制作刺绣装饰。先来学习前片，采用别线起针的方法，来回往返编织。编织一定行数后，分别在两侧加针，形成袖子。结尾在中间减针，形成领窝。两侧引反编织，形成斜肩。最后在肩部修针。下面了解一下图解，这里我以任意尺码图解为例，最终图解以拿到的实物为准。图解的一个格字表示一针，对应编织时的一个线圈。空白格子表示下针，一横表示上针。其余的针法编织时都有介绍，就不一一说明了。箭头表示编织方向，正面均从右往左看图解，反面从左往右看图解。注意，反面需要编织与图解相反的针法。绕圈编织时，全部从右往左看图解。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。先起针，采用别线起针的方法。注意，视频演示的线材以及针的型号等不做参考，具体请参考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可以先用与衣服不同颜色的线进行起针。下面请参考视频演示。首先，别线起针，可以直接用家里与织物不同颜色的零线，将线打一个活结。起到需要的针数后，右针上还有一个线圈，左针上的线圈就是需要的针数。预留10厘米左右的线头断线，拉大线圈，将线头从线圈中穿过，稍微拉紧，在这个线头上打一个结标记。这个就是别线起针法。起针完成后，重新拿起线头，打个活结。
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帧数随机。从右往左看图解，这里全部是下针符号，对应至下针。调整下线圈大小。织完这一行，这样第一行就完成了。接着织第二行，从左往右看图解，下针的符号反面需要编织与图解相反的针法，编织上针。这里针数随机，上针的符号编织下针。按照这样的方法对照图纸织完这一行。这样第二行就完成了。下面织第三行，不同的尺码针法也不同。我以小码图解为例进行演示，大码可以先学会方法，再对照图解编织。先织一针下针，下面是一针挂针，将线从前往后挂在右针上，挂针完成。继续织右上两针并一针，先将左侧一针以下针的方式挑下不织，左侧线圈织一针下针，再将不织的一针挑下，右上两针并一针完成，后面剪成右上并针。可以发现右侧线圈在上方，继续织对应数量的下针。接着织一针左上两针并一针，右针先从左往右，同时穿过这两个线圈，织一个下针。这样左上两针并一针就织好了，后面剪成左上并针。可以发现左侧线圈在上方，接着一针挂针，两针下针，一针上针，两针下针，
一针挂针，一针右上并针，后面编织对应数量的下针，对照图纸织完这一行。结尾3针，织一针左上并针，一针挂针，一针下针，大码这里注意对照图纸编织，这样第3行就织完了。继续织第4行，翻面。编织与图解相反的针法，先一一对应织上针，遇到挂针织上针，遇到上针织下针。方法与第2行相同。对照图纸织完这一行。第4行就织完了。后面的第5到10行，按照第3、4行的织法往返编织，注意花样的并针和挂针位置不要织错。往下对照图纸编织即可。这样第5到10行就讲解完了。接下来编织第11行，这一行需要在结尾进行加针。中间部分对照图纸编织花样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中间部分全部织下针，主要演示卷针加针的编织方法。结尾下针织完后，下面需要卷针加一针，将右手食指放在线的上方，顺时针绕一个圈，将这个圈套在棒针上，稍微拉紧。这个就是卷针加针，这里已经加了一针。翻转织片，编织下一行。对照图解编织，调卷针加针的线圈，正常编织上针，是下针纹理的，编织下针。继续织完这一行。最后一针卷针加针，
后面如果有多个卷针加针的，继续编织。注意，卷针加针位置编织时，两个棒针之间距离不要过远。防止中间过渡线过长，导致纹理不平整。对照图纸，将卷针加针部分织完。卷针加针部分织完后，后面中间部分继续对照图纸编织花样，两侧继续加针。这里用到的是扭加针的方法加针。我们通常说的扭加针，就是指下针的扭加针。织扭加针前可以看一下，两针之间有这样的一根横向度线。编织时有两种方法可以选择。第一种，将左针从前往后挑起这根度线，然后将右针从这个线圈的后方穿入，织一个下针即可。我再演示一次。从前往后挑起横向度线，从后方穿入这个线圈，织一个下针。第二种，将左针从后往前挑起这根度线，然后将右针从这个线圈的前方穿入，织一个下针。我再演示一次。左针从后往前挑起横向度线，右针从前往后穿入线圈，织一个下针。可以发现，这两种情况编织的扭加针下方线圈交叉的方向刚好相反。由于加出的一针较紧，因此纹理不是很明显。大家可以根据喜好选用。大家对照图纸，将编织扭加针这部分织完。注意，每次加针都是在正面，首尾各加一针。前片剩余的行数继续对照图纸编织花样，需要引粉形成斜尖，并留出领窝位置。我大概讲一下编织顺序，先从右往左开始引反，下一行从左往右引反，后面继续引反编织。
织完领窝下面一行，编织左肩，这里的左右是衣服穿着时的左右。领窝处减针，外侧继续引反编织，最后修针，然后在领窝接线收针，编织右肩，在领窝处减针，外侧继续引反，最后修针。对照图纸，预留长线头，用于后面的缝合。下面分别讲解一下引反编织和领窝收针减针及肩部修针的方法。大家可以先学习方法，然后结合视频对照图纸完成这一部分的编织。请看演示。留针的引反编织，例如我这里第一行这一侧引反5针，也就是前面正常编织，剩下5针时就不织了。我这里织好了第一行，翻面，继续织第二行。第二行开头织有节的划针，无论这一针是什么针法，都要将线放到右针上方，挑下第一针，然后拉紧线。如果接下来一针织上针，就要将线绕一下，绕到上方再织。如果接下来一针织下针，直接织即可。我这里在反面织上针，可以发现第二行在这一侧引反5针，也就是织到结尾，剩下5针不织。完成后翻面，继续织第3行，开头织有节的划针，也就是以上针方式挑下，拉紧线。如果下一针织上针，就将线再绕一下，绕到上方再织。如果下一针织下针，直接编织即可。这里我织下针，有时候每一段引反的针数都相同，有时候会因为花样等原因，引反针数不同，具体需要根据图解来编织。可以发现，这里第3行结尾需要引反3针。注意，这里有节的划针算1针，也就是要将这3针不织。现在第3行就织好了。第4行也是在结尾引反3针，同样，这个有节的划针看作1针，
每次引反后，开头的这一针都要织有节的划针。现在就织好了第4行。有的时候，引反的同时还要在中间挖领口。大家实际可以对照图解编织。我继续将这个图解中需要引反的行数织完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，引反完成后，对应这个图解倒数第3行完成。接着需要销行，也就是这里的第9行。先将这一侧销行，我这里就全部织下针。遇到有节的划针，当做1针织下针即可。这一侧销行完成，最后一行要进行这一侧的销行。我这里就是在反面全部织上针。遇到有节的划针，这里也当做1针织上针即可。这个就是留针的引反编织。我们来学习一种比较常用的领口减针，也就是通过织浮针来减针，从而形成需要的弧度。假设这是一个前片领口，因此这一侧就是左肩，这一侧就是右肩。有时肩部需要引反，这里没有引反，只讲解领口减针。我们先织左肩，这个图解针数较少，主要讲解方法。首先织领口第1行，这里也就是先织13个下针。如果针数较多，大家可以先用记号扣将这些针数隔开再织。我已经织好了第1行，剩下的线圈暂停编织。接着织第2行，第2行在反面编织。可以发现这一行开头要连续收3针，如果连续收针数较多，我们可以先用记号扣隔开。开始收针，可以先织一个划针，再织一个上针。接着将
前一针盖过后一针。这样就收掉了一针，继续织一个上针，再收一针，没有特殊说明时，在反面就是边织上针边收针。记号扣右侧还剩一针，也就是第3针的线圈，我们需要将这一针收掉，因此要再织一针并收针。紧接着的这一针就是最后一个收针符号相邻的这一针，这里我们直接织上针。注意，由于不同花样的针法可能不同，这一针要对照图纸编织。织完后，将第3针收掉，这样图解上的3针就收掉了。继续对照图纸编织，注意紧接着应该从收针符号旁边第2针开始编织。编织前，这个线圈稍微拉紧，防止有明显的动眼。这里没有特殊花样，我们全部织上针。现在第2行就讲完了，接着织第3行，对照图解，全部织下针即可。我已经织好了，继续织第4行。这里开头只要收2针，方法和第1行相同。先织一个划针，再织一个上针，收掉一针，继续织一个上针，收掉一针，线圈稍微拉紧，接着全部织上针，并将第5行也织完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第5行，继续织第6行。这一行开头只要收1针，方法和第1行收第1针相同。完成后全部织上针，剩下的第7行和第9行都是全部织下针，第8行和第6行相同，开头收1针，第10行不需要收针，正常织上针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这10行，最后应该是剩下6针。
这里标注的是修针，也就是需要将这些线圈临时固定一下，我们可以用零线临时固定。线头如果没有特殊要求，就预留15厘米左右剪断即可。注意防止线圈滑脱。左肩就织好了，接着织右肩。编织前，我们需要先在中间收掉9针，可以用记号扣隔开。重新取线，将线打一个活结，稍微拉小线圈，先织2个下针，然后收掉1针，再织1个下针，收掉1针。没有特殊说明时，在正面就是边织下针边收针，继续将剩下的几针收掉。同样注意，收最后一个线圈时，织的这1针就是这个收针符号左侧第1针，要对照图纸编织相应针法。我们这里继续织下针并收针。完成后，从第2针开始，将这一行织完，然后在反面将第2行全部织上针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第2行，继续织第3行。开头连续收3针，可以先织一个滑针和一个下针，收掉1针，继续织下针收针。现在3针就收好了，继续将第3行织完，并织完第4行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第4行，第5行开头
要收2针，收针方法和第3行开头2针相同。往后第7行和第9行开头都是收1针，收针方法和第3行收第1针相同。我继续将右肩剩下的部分织完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右肩，这里也应该剩下6针，并将这6针临时固定好。这样，这种领口减针的方法就讲完了。到这里，前片的编织就讲解完成了。接着学习后片，采用别线起针的方法，来回往返编织。编织一定行数后，在两侧加针，形成左右袖。两侧引反编织，形成斜肩。最后一行完成后，对照图纸预留线头，肩部两侧将对应的线圈修针，中间部分重新接线，浮针收针。方法与前片里窝浮针收针方法类似。当收到最后剩余1个线圈时，预留约10厘米线头断线。将线头直接从线圈中穿过，拉紧并收好线头。剪掉多余的线头。编织完成后与前片连接。左右肩在线圈的状态下，用预留的线头，采用缝出下针效果的方法进行连接。前后片正面朝外，修针部分对应，请看演示。针与针的连接都是线圈状态下，另一种常用的方法就是连接的同时形成下针辫子的效果，通常用于2个织片都是大平针的情况。将其中一个织片预留长线头用于缝合，线头穿好缝针，先从右往左穿入靠近自己的这个织片右侧线圈，再从左往右穿入后面这个织片的右侧线圈。接着从上往下穿入刚刚这个线圈，左侧相邻的线圈从右往左穿出，
然后将后面这个织片的线圈摆正，从上往下穿入这个线圈，从左往右穿出左侧线圈，也就是从底部往上穿。继续将这个线圈摆正，从上往下穿入，然后从右往左穿出左侧这个线圈，后面这个线圈摆正，从上往下穿入，左侧这个线圈实际是从左往右，也就是从下方往上穿。稍微调整一下，可以发现这里已经形成了辫子。继续按照同样的方法，将上一个线圈摆正后，从上往下穿。前面这里就是从右往左穿入左侧相邻的线圈。后面这里从上往下穿入，再从左往右穿出左侧相邻的线圈。我继续将它缝完。这样就缝好了。如果其中一个织片针数较多，假设是前面这个织片针数较多，就在适当位置同时穿入2个线圈。
前面这个织片较多时，就从右往左同时穿入2个线圈。如果是后面这个织片针数较多，这一针先正常穿，然后从左往右同时穿入2个线圈。我继续将剩下的缝完，这里以及后面往后缝的时候，继续同时穿入2个线圈。这样就缝好了。下面开始衣服两侧的缝合。重新剪取缝合部位3倍长的线头，从第1行开始向上几行，采用行与行的缝合方法进行连接。注意不要缝到起针的线。左右袖下方采用无缝缝合的方法进行连接。下面为大家提供这2种连接方法，大家可以先对照视频学习，再进行连接。请看演示。下面学习行与行的连接，我们通常也是用无缝缝合的方法，缝合时挑边缘2针的横向度线。我们可以先来认识一下织片，首先找到边缘第1针。边缘第1针通常会有4种情况，第一种是滑针，也就是顺着纹理挑下不织，形成大辫子。第二种也是滑针，只是滑针编织时和下方纹理相反，形成这样的结。第3种是每行都织，通常正面织下针，反面织上针，形成这样的小辫子。第4种也是每行都织，通常正面和反面都织下针，形成搓衣板针。第1针左侧就是第2针，例如这个织片，从这一面看，第2针是下针纹理；从另一面看，第2针就是上针纹理。无论第2针是下针纹理还是上针纹理，可以发现线圈都是正向的。
这样倒着的线圈下方的横线就是两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这一面也是一样，这个就是倒着的线圈，这一根就是两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边缘织搓衣板针也是一样，这个就是第二针。这一列就是第二针，正向线圈。这两针之间倒着的线圈，这样的一根线，就是两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边缘是划针，同样，这两针之间也是有一根根横向度线。无论哪种，一根度线大致对应一行。缝合前，大家可以先将线头在反面藏几针，并打结固定。这里我就不藏了。无缝缝合就是每次交替在这两个织片上，挑边缘两针的横向度线，进行缝合。每次挑1到2根，注意，如果两个织片行数相同，就可以一一对应缝合，也就是每次挑的度线数量都相同。都是从上一次的出针位置入针，来挑横向度线。这里我每次挑1根。缝几针后稍微拉紧即可。如果两个织片行数不同，但要将织片均匀地缝合在一起，可以在行数较多的一侧适当多挑，例如整体上每次都是挑1根线，行数较多的一侧可以在适当位置挑2根线。
这2个织片行数相同，我继续缝完。这个就是行与行无缝缝合的方法。针与针都是收针状态下，常用无缝缝合的方法，可以将其中一个织片结尾预留长线头，将线头穿好缝针，位于后侧，从靠近自己没有线头的织片上出针，也就是从边缘这一针的中间出针。再从后面这个织片边缘一针的中间出针，然后每次都是从前面这个织片上挑8字，从后面这个织片上挑倒8字，缝几针后可以看一下缝合的位置形成了辫子纹理。如果拉紧，就成了无缝缝合，看不出缝合的痕迹。大家可以根据喜好决定是否拉紧。我继续将这里缝完。这样就缝好了。到这里，后片的编织以及与前片的连接就讲解完成了。